自认。夜雨伴随扬州行，一人撑伞两肩并。我伴飘零，许你满天深情。夜雨无声人有情，不负真心不负雨，不负人间亦不负情。夜雨蒙蒙扬州行，山高水远情不离。良辰美景，透出深情相依。夜雨柔柔人有意，一愿作对须惋惜。郎情且意，此情不移。快到了，在这儿。杜宾，你们先在这等我，我先自己一个人进去看看。大哥，我可找着你了。品威，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你来京城，为什么瞒着我？我这不是病了吗？那你都病成这样了，怎么不找个大夫好好瞧瞧？这有病不看可不行啊！也不是什么大毛病，歇2天就好了。哎，我特地给你找了一个名医。不用我看了，让他们走吧。你可是未来驸马爷，来，快请坐。哎，大哥，你坐，你先坐。你不要再这么叫我了。好，好，好。你知道我这次给你请的是什么名医吗？什么名医？他是轰动整个京城的扬州名医。扬州名医。扬州还真是人杰地灵啊。你知道他有多神吗？一根线搭在病人的手腕上，不用面见病人，就能直接推断病情。看看，怎么样？哦，公子，你好聪慧啊！嫂子，我跟大哥都说好了，你只要一直站在这就行。咱们就这样。大人请，你请。大哥，这就是神医的学徒。小的郭海，拜见将军大人。免了，免了。好了好了，赶紧给大哥看病吧。将军大人，您坐着呢，千万别乱动。先生有什么话，我替您传达。好。特别准。将军，我家先生说了，您这病起自南方，犯病于扬州。先生还说了，您这次害的是相思病。行了，你别在这儿来回传话了，赶紧去先生那儿把药方拿来吧。大哥，就凭这一条红线号脉，就能给你说的这么准，这个先生是不是特别神？将军，去吧去吧。月已明，花已放，
事悠悠，人和和。子任。夜雨伴随扬州行，一人撑伞两肩并。我伴飘零，许你满天深情。夜雨无声人有情，不负真心不负语，不负人间亦不负情。山高水远情不离，良辰美景透出深情相依。夜雨柔柔人有意，一愿作对须惋惜。郎情妾意，此情不移。郎情妾意，此情不移。冰燕啊，你什么时候给我生一个重孙子呀？啊！奶奶，快了，快了！好，好。这个柯世昭，奶奶，放心吧。奶奶，我不是那种心软的人。他柯世昭在咱们齐府做了那么多恶事，是时候让他自食其果了。奶奶，我们的计划一定会成功的。好。这么多金银财宝，你要去做什么？我当然是要去做重要的事了。这一次，你怎么舍得不用那个王胡子呀？最近这家伙晦气，这么多件事，没有一件是我信的。我早就说过他是一头蠢驴，你就是不信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他了。我此次叫你来是有重要的事情。来，你是要告诉我老太君的事？正是。快说，那个老太婆的金银财宝藏在什么地方了？她的金银财宝就藏在她的卧室里。不会的，那房间能藏金银财宝？我每天都打扫，每个角落有什么我都知道。她的卧室里一定还有另外一个房间。你意思是，老太君屋里另有密室？我伺候了这么多年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我曾经多次送大笔的商行货款去他的卧室，你曾有见过他把银子往外拿？没有哎。那你打扫房间，可又曾看到过银子？什么值钱的都没有。这就是老太君的厉害之处，他的卧室当中一定有一间密室。可是，这间密室的门究竟在哪里呢？小角，在此事上，你一定要多加留心。如果看到任何蛛丝马迹，要立刻告诉我。好。你妥善行事，我去就回。
想要这银子，就把我说的事干净利落的做好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把他们都给我杀了。没问题，少爷放心。事成之后，这赏金多加1成。好。柯少爷，小巧，如何了？没关系，反正要弄清此事，也不是1、2天就可以的。对了，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就盯紧老太君，记没记住？这一次，就让我们自己来制造机会。外祖母，您看看，这是本月14家商行的利钱，请您老过目。好，就放这儿吧。世昭啊，哎，辛苦你了，去休息吧。好，外祖母，那世昭就先行告退了。去吧。我伺候他那么久，我竟然不知道那神龛上面有机关。我和你说过呀，这正是老太婆的厉害之处。对了，那个神龛是怎么移过去的？机关又在何处？你可看到了？我正看着呢，不小心踢到一块石子，发出声音，吓我一大跳。再抬头的时候，那个老太婆就不见了。小巧，我们俩将来的荣华富贵，可全部都在你手中。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你知道的。小巧，神龛昨天不是擦过了吗？怎么又擦？啊，回老太君，昨天是用湿抹布擦的，干了之后有水印，今天用干抹布再擦一遍。哦，
我的头簪是不是少一个呀？赶紧给我找，你这个小糊涂虫！是。老太君，您的金簪好像在这儿。哦，是吗？让开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们下去吧。是。快点下去。天磊，这柯世昭的罪行都一清二楚的了，直接把他送官不就行了吗？为什么奶奶还要演上这么一出啊？不是不报官，是因为时候未到，得逼到狗急跳墙之时，再抓他现行。那狗怎么样才会急？天机不可泄露。你不相信我？啊，你还说我？你说你啊？你就是嘴太快。哎呀，你就告诉我嘛。行，那我就告诉鸟语花开。好啊，你这个坏蛋！我让你告诉我，今天占我便宜。我说，你先放下。我说个屁！你这个人，青出山风雨洗，雁归落汤溪。一叹不知你归去。那金簪就是钥匙，密室的机关就在佛陀底下的一个角落里，我亲眼看见的。那老太婆年纪大了，忘性也大，近来总是丢三落四的。她定是昨天晚上把银子放进去的时候，那金簪忘了拔了，这才让咱们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太好了，小巧，你如今可是立了大功一件，只要找到这金簪，我们的事情就成了。可那金簪在老太君头上戴着，我没法往下拿呀。你白天拿不了，你可以等他晚上睡了之后再拿呀。可他睡着了，我也进不去呀。你可以让他当着你的面儿睡过去。你是说给他喝让他昏睡的药？我是说，让他喝一觉不醒的药。你是说把老太君给毒死？话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年纪衰败的老人最怕被病痛折磨而死，我只不过让他不知不觉一觉睡过去，也少了日后受罪，安然长眠安乐死去，这不也算是享福吗？怎么，你不愿意？她不是你的亲外祖母吗？若无破浪扬波手，怎取离龙喊下注？我只是个下人，你吟诗，我不懂。此不能掌兵，亦不能守财，你懂吗？花枝叶下犹藏刺，人心怎保不怀毒？你懂吗？我不懂。恨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这下你应该懂了吧？
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当断不断，必受其乱。小巧啊，我呢，毕竟比你多喝了几桶墨水。我说的话，你就乖乖去做。知道不知道？我说，这读书人，要么不干坏事，要么干起坏事来，比谁都快。没错。你干嘛傻笑？你每日让我读书识字，就不怕我以后跟你斗心眼啊？不怕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书，它也分两种。第一种是说得讲仁义，与人为善的，这第二种便是引人为恶。不过你放心，这第二种书已经被我扫地出门了，你想看也看不了了。按你的意思，那柯世昭虽然仪表堂堂，却满肚子坏水，是因为看了作恶的书？没错。你干嘛又傻笑？我说了，你可不能生气啊！是你自己说的，你说你们齐家的男人长得都不太成形，特别是你两位哥哥，只知道吃喝玩乐，就你还马马虎虎。我在想啊，那些歪瓜裂枣，难道是因为看了作恶的书？那你如此聪明，是因为看了引人向善的书？我在观景阁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你这个人怎么是记性好，忘性大呀？好吧，好吧，那我再跟你说一遍，这人生在世，犹如浮游一瞬，转眼间便乌发换白头。若是心存善念，坚持本心，那便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毅力。若是生在贫苦之家，周遭没有那些引人为恶的诱惑，那便还好些。可他们有些人生在富裕之家，周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诱惑，自身定力又不足，便会给自己找个借口，谎称及时行乐，便吃喝嫖赌样样都沾，实则就是下作。哎呀，为戒习武之人，你说那些话我都听不懂。我这可说的都是大白话，你这都听不懂？不懂。行，我的意思是，富家子弟切勿奢华，你可懂了？不懂。我的意思就是，人要心存正义，切勿饱暖思淫欲，你可懂了？不懂，不懂，不懂。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？我刚才仔细想了一下，我是真不懂。行，你不懂没事儿，你不懂，我就来给你开开窍。哎呀，还想跟我动手？谭正说呢，我们应该进行哪一步了？都由你说了算。按照我的意思呢，我们该防他一招。对，老太君运筹帷幄，请君入瓮。女侠立于虎，黄雀在后，一老一少，让他插翅难飞啊！
你们都清楚，国无二君，家无二主。我说的话，如果你们不听，不想听，或者是阳奉阴违的应付我，那我齐府是不会容忍他的。我早就说过，在我齐府做事情，不许有私心私利，不许勾心斗角。虽然我人老了，但是我的眼睛看得清清楚楚。现在有人在齐家做善事，也有人在做恶事。做了善事的人拼命地想让人知道，我看就是一个伪善。做了恶事的人又拼命地隐藏，不想让人知道。我看真是大奸大恶。我刚才所说的这些，外孙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，我喘不过气。奶奶，来，赶紧坐下。慢点啊！奶奶，小喜，快去把刘先生请来。怎么办呢？家业呀，齐家的家业可怎么办呢？刘师傅，老太君在这边。师傅，刘先生，这边说吧。老太君大概是中风了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大家不必担心，此病尚有救。这样，我开个药方，让小喜去抓几副药回来，让老太君服下，便可缓解。多谢师傅。燕生小姐，老太君刚才已经把药服下了。好，这锅应该也快好了。没事儿，不着急，你呀就慢慢熬。刘师傅说了，明天还可以再加一副药，这样老太君就可以好得更快了。太好了，
二夫人，我来吧。这有我们呢。还是我来吧。忙你的去吧。这有我们呢，你去吧。是。怎么样？大夫人、二夫人轮流守在床边，根本不让我插手。金簪呢？还压在老太婆枕头底下。哎呀，小巧啊，这如今老太君中风，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要借着这次机会把金簪拿到手啊！我没法靠近床边，大夫人、二夫人在，我怎么伸手去拿金簪？这金簪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你可以想办法呀。我想不出办法，你有办法，你说好了。我的乖小巧，你别生气嘛。你可以从二夫人那儿想办法，她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，你等她在床边伺候之时，想办法把她给支走。你就说柯少爷找她，她一定害怕。到时候你就见缝插针，把金簪从房间里偷出来。可那老太婆虽然说不出话，脑子却清醒得很。她若是识破，那我不就……一个将死之人，你怕他做什么？趁人不备，把此药放到老太君的药罐里。等老太君喝了药，两眼一闭，你就可以放心的把金簪从老太君的枕头下面偷出来了。钱归你一半，以后你就再也不需要做丫鬟了，你可以做少奶奶，做老太君。巧巧姑娘，哎，少爷，这小巧姑娘她是不是生气了？你还有闲心关心别人啊？你先关心关心你自己吧。放蛇下毒撒毒针，桩桩件件，哪件不是要杀头的？是，少爷。小的对你可是忠心耿耿啊！这2日，带人去收拾刘若谦，就赶紧回来，记住没有？记住了，小的马上就去办。小巧姐，小喜啊，我还以为是谁呢，吓我一跳。哎，小巧姐，我怎么感觉你好像是有心事的样子啊？我在想老太君的事儿呢。哦，你说她平时身子骨挺好的，精气神也足，怎么说中风就中风了呢？刘师傅不是说了吗？老太君的病啊，没事儿，过2天就好了。这不，我们正要去熬药呢。哎，
以前老太君病了，药都是我熬的，要不还是我来吧。不用啦，还是我自己来吧。啊。哎呀，燕生啊，熬药我是老手，还是让我来吧。小巧姐，燕生小姐连我都不用，你看我都没上手呢。你呀，就先去忙吧，啊，去忙。可是，三少爷，三少奶奶，他有没有朋友？没有没有，我们没有让他碰。看来师傅说的没错，果然是想在药上打主意。天磊，你跟刘师傅说，就说他手外，我手内。我担心有人会害老太君，我先走了。小姐小心，嫂嫂小心。你把剑带好，自己也小心谨慎。嗯。老太君，快快快，他们已经来了，快快快快，准备好了，来，慢点啊。来，二夫人，老太君睡着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回吧。好，这有我呢，去吧，乖。二夫人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刚才柯少爷说让您过去找他一趟。柯少爷找我干什么？我还要照看老太君，你帮我回了他吧。二夫人，三少爷让你赶紧去一趟呢。三少爷？哦，对对对，三少爷，我刚才把三少爷说成柯少爷了。这样，我把药晾凉了，等您回来再喂。二夫人，咱们赶紧走吧。啊，真是，好好照看着啊。哎呦，三少爷可真用心，给老太君带了些小酥点心。二夫人，药已经不烫了，您趁热给老太君喂了吧。好，我来吧。哎呦，你瞧瞧我这脑子，那厨房里的炭火我忘给灭了。小巧啊，你去帮我给它灭了，这炭火可要小心着点儿，万一要烧着了别的东西，那可就不好了呀。快去啊！好。
少爷。小小，成了，我亲眼看到他把那药喝下去了。你下毒了？下，这下子金银财宝就都是我们的了。王胡子，你们先下手。是，快！二夫人，你回去歇着吧，由我来伺候老太君。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外祖母。外祖母，你说说你，欺负变成如今这个样子，还不是因为你自己识人不清？当初可是你把我带到齐府的。一只黑手，外祖母，你竟敢加害于我！没有，外祖母，我没有啊。世昭啊，当初我是真心的怜惜你，才把你带到齐府的。你刚才说什么？说我做错了？你这个六亲不认的孽种！祖母我什么地方亏待过你吗？你竟然要害我！外祖母，你喝了我的毒药了，你活不了多久，你很快就会永远闭嘴了。你拿来的毒药我没喝。方小巧下毒的那一碗药，早就给倒掉了。什么？老东西，你耍我！你想跟我斗，太嫩了点儿。嫩了点儿，嫩了点儿。你老了，我可比你狠，老东西。你还要动手啊？啊！孩子，你怎么变得这么狠，那么毒了？我是狠，我是无毒不丈夫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这个不孝的子孙，竟敢跟我动手！别急啊，外祖母。我已经派人去收拾你的好孙子和孙媳了，很快，你们一家子就会在地府团聚。孽种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奶奶，您没事吧？暂时没事。你怎么出来了？赶紧藏回去！我不躲了，我把那个畜生给宰了。你等一下，
现在还不是时候，他手下的人正在外面找你呢。你现在出来太危险了。等这个恶官把他的奸计全部都实施出来，官府的人来了，正好抓他一个正着。可万一他……你听我的，赶紧藏进去。放心，我这不是有你保护呢吗？听奶奶的话，快藏进去，藏进去。啊！把他们2人给我找出来！去。是。走。停。分开追。王胡子，我早就料到你会来。这儿没王胡子，上！你想干什么？我已经派人去收拾你的孙子和孙媳了。畜生，你有没有一点人性啊？什么叫人性？齐府家业这么大，我凭什么只能当个管家？我要做的是齐府的当家人。齐府老大碌碌无能，老二呢，没有一丁点志向，只知享乐。老三就是个病秧子。这是老天爷让我取而代之，这叫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。你这是贪婪生恶性！你少给我啰嗦！你一辈子积攒这么多财富，反正是要留给子孙后代的，不如就留给你的好外孙。退下！退下！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
放开我！世昭，你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都是你罪有应得，自作自受啊！我不过是棋差一招罢了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我没错，我没错。啰嗦什么？快走！走，快走！老太君，小乔，老太君，老太君，我错了，老太君放过我吧！真是死不悔改，死不悔改呀！奶奶，天磊，天磊，你还好吧？奶奶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你们都在呢。来，奶奶坐。老太君，您受惊了。只是这么多年，苦了我的2个孩子。真没想到啊，这大户人家的内斗比那战场还激烈呢。刘师傅、刘夫人，非常感谢你们这次帮了大忙，感谢感谢。哪里哪里，八角还是沉得香，姜还是老的辣。冰燕啊，谢谢你，当时要不是他眼疾手快，我这个老骨头早就一命呜呼了。谢谢你啊，冰燕。奶奶，其实我不是杜冰燕，我是李玉湖。湖？我叫李玉湖。啊？是的。你不是杜冰燕。老太君，确实如此。对不起，奶奶，是我骗了您，都是因为仙女庙的那场大雨，让我上错了花轿。但嫁对了郎。原来这件事情，你们所有的人都知道，就蒙着我一个人。真是的！老太君，杜冰燕北上荆州，也促成了他和袁大将军的一段美好姻缘呢。对呀对呀，反正现在也是皆大欢喜嘛。你有喜了？奶奶，您不要生我的气了。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？我高兴，都还来不及呢。你为我们齐家除去了恶人，
还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啊！是啊。公主大喜啊！公公，喜从何来啊？自然是您的婚事啊！皇上已经下旨给您赐婚了，这不，奴才紧赶慢赶的把喜服都给您送来了，想讨杯喜茶喝喝，沾沾喜气。赏你啦！哎呦，谢谢公主。哇，公主是皇上的新家家，公主相中的驸马，那皇上自然欢喜。这不，正和皇后娘娘商量筹备您的婚事呢。皇后娘娘甚是欢喜，紧赶着慢赶着，让我把喜服送来了。恭喜公主，贺喜公主，咱们的小公主要成喜娘了。祝公主和驸马白头偕老，举案齐眉，永结同心。赏，通通都赏。谢公主。别跪着啦，快起来吧。公主，奴才出来的时候，这皇上和皇后正在商量您的喜事呢，说是要请袁大将军和沙副将一同赴宴，这不，想请公主一同前去商量呢。评委也去啦，那我也去。将军快穿上试试，这是我特意为你裁制的。今后定北侯要主持议和大局，将军定要打扮得风度翩翩才是。你这么盯着我干什么？本将军自己的夫人，我还看不得呀。将军，我要试试看。那若是今后你要带兵出去打仗，我要回扬州娘家呢，你岂不是要把我日日拴在身边，同进同出？要是让旁人听见了，岂不是要说你这个大将军是个妻管严？妻管严就妻管严吧。你可知晓，我去扬州找你，得知你被岳父大人带去林州了。我还以为错嫁之事出了什么岔子，你要被迫重新嫁给那个齐府公子。我是满心懊悔，我当初就不该让你一个人回扬州。我那是替玉壶妹妹解围去了。我征战数年，刀光剑影从未怕过。可前段日子，我是真怕了。你这个堂堂大将军，怕什么？我怕你这千里入冰云的小意图消失不见了。那我们日后就再也不分离了。好。那金簪就是钥匙，密室的机关就在佛陀底下的一个角落里，我亲眼看见的。那老太婆年纪大了，忘性也大，近来总是丢三落四的。她定是昨天晚上把银子放进去的时候，那金簪忘了拔了，这才让咱们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太好了，小巧，你如今可是立了大功一件，只要找到这金簪，我们的事情就成了。可那金簪在老太君头上戴着，我没法往下拿呀。你白天拿不了，你可以等他晚上睡了之后再拿呀。可他睡着了，我也进不去呀。你可以让他当着你的面儿睡过去。你是说给他喝让他昏睡的药？我是说，让他喝一觉不醒的药。你是说把老太君给毒死？话怎么能这么说呢？
年纪衰败的老人最怕被病痛折磨而死，我只不过让他不知不觉一觉睡过去，也少了日后受罪，安然长眠安乐死去，这不也算是享福吗？怎么，你不愿意？她不是你的亲外祖母吗？若无破浪扬波手，怎取离龙喊下注？我只是个下人，你吟诗，我不懂。此不能掌兵，亦不能守财，你懂吗？花枝叶下犹藏刺，人心怎保不怀毒？你懂吗？我不懂。恨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这下你应该懂了吧？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当断不断，必受其乱。小巧啊，我呢，毕竟比你多喝了几桶墨水。我说的话，你就乖乖去做。知道不知道？我说，这读书人，要么不干坏事，要么干起坏事来，比谁都快。哼，没错。你干嘛傻笑？你每日让我读书识字，就不怕我以后跟你斗心眼啊？不怕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书，它也分两种。第一种是说得讲仁义，与人为善的，这第二种便是引人为恶。不过你放心，这第二种书已经被我扫地出门了，你想看也看不了了。按你的意思，那柯世昭虽然仪表堂堂，却满肚子坏水，是因为看了作恶的书？没错。你干嘛又傻笑？我说了，你可不能生气啊！是你自己说的，你说你们齐家的男人长得都不太成形，特别是你两位哥哥，只知道吃喝玩乐，就你还马马虎虎。我在想啊，那些歪瓜裂枣，难道是因为看了作恶的书？那你如此聪明，是因为看了引人向善的书？我在观景阁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你这个人怎么是记性好，忘性大呀？好吧，好吧，那我再跟你说一遍。这人生在世，犹如浮游一瞬，转眼间便乌发换白头。若是心存善念，坚持本心，那便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毅力。若是生在贫苦之家，周遭没有那些引人为恶的诱惑，那便还好些。可他们有些人生在富裕之家，周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诱惑，自身定力又不足，便会给自己找个借口，谎称及时行乐，便吃喝嫖赌样样都沾，实则就是下作。哎呀，为戒习武之人，你说那些话我都听不懂。我这可说的都是大白话，你这都听不懂？不懂。行，
我的意思是，富家子弟切勿奢华，你可懂了？不懂。我的意思就是，人要心存正念，切勿饱暖思淫欲，你可懂了？不懂，不懂，不懂。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啊？我刚才仔细想了一下，我是真不懂。行，你不懂没事儿，你不懂，我就来给你开开窍。哎呀，还想跟我动手？谈正事呢，我们应该进行哪一步了？都由你说了算。按照我的意思呢，我们该防他一招。对，老太君运筹帷幄，请君入瓮，女侠立于虎，黄雀在后，一老一少，让他插翅难飞啊！你们都清楚，国无二君，家无二主。我说的话，如果你们不听，不想听，或者是阳奉阴违的应付我，那我齐府是不会容忍他的。我早就说过，在我齐府做事情，不许有私心私利，不许勾心斗角。虽然我人老了，但是我的眼睛看得清清楚楚。现在有人在齐家做善事，也有人在做恶事。做了善事的人拼命地想让人知道，我看就是一个伪善。做了恶事的人又拼命地隐藏，不想让人知道。我看真是大奸大恶。我刚才所说的这些，外祖母，奶奶，我喘不过气。奶奶，来，赶紧坐下。慢点啊！小喜，快去把刘先生请来。怎么办呢？家业，现在的家业可怎么办呢？刘师傅，老太君在这边。师傅，刘先生，
这边说吧。老太君大概是中风了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大家不必担心，此病尚有救。这样，我开个药方，让小喜去抓几副药回来，让老太君服下，便可缓解。多谢师傅。燕生小姐，老太君刚才已经把药服下了。好，这锅应该也快好了。没事儿，不着急，你呀就慢慢熬。刘师傅说了，明天还可以再加一副药，这样老太君就可以好得更快了。太好了。二夫人，我来吧。这有我们呢。还是我来吧。忙你的去吧。这有我们呢，你去吧。是。怎么样？大夫人、二夫人轮流守在床边，根本不让我插手。金簪呢？还压在老太婆枕头底下。小巧啊，这如今老太君中风，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要借着这次机会把金簪拿到手啊！我没法靠近床边，大夫人、二夫人在，我怎么伸手去拿金簪？这金簪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你可以想办法呀。我想不出办法，你有办法，你说好了。我的乖小巧，你别生气嘛。你可以从二夫人那儿想办法，她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，你等她在床边伺候之时，想办法把她给支走。你就说柯少爷找她，她一定害怕。到时候你就见缝插针，把金簪从房间里偷出来。可那老太婆虽然说不出话，脑子却清醒得很。她若是识破，那我不就……一个将死之人，你怕他做什么？趁人不备，把此药放到老太君的药罐里。等老太君喝了药，两眼一闭，你就可以放心的把金簪从老太君的枕头下面偷出来了。钱归你一半，以后你就再也不需要做丫鬟了，你可以做少奶奶，做老太君。巧巧姑娘，哎，少爷，这小巧姑娘她是不是生气了？你还有闲心关心别人啊？你先关心关心你自己吧。放蛇下毒撒毒针，桩桩件件，哪件不是要杀头的？是，少爷。小的对你可是忠心耿耿啊！这2日，带人去收拾刘若谦，就赶紧回来，记住没有？记住了，小的马上就去办。
小巧姐，小喜啊，我还以为是谁呢，吓我一跳。哎，小巧姐，我怎么感觉你好像是有心事的样子啊？我在想老太君的事儿呢。哦，你说他平时身子骨挺好的，精气神也足，怎么说中风就中风了呢？刘师傅不是说了吗？老太君的病啊，没事儿，过2天就好了。这不，我们正要去熬药呢。哎，以前老太君病了，药都是我熬的，要不还是我来吧？不用啦，还是我自己来吧。啊。哎呀，燕生啊，熬药我是老手，还是让我来吧。小巧姐，燕生小姐连我都不用，你看我都没上手呢。你呀，就先去忙吧，啊，去忙。可是，三少爷、三少奶奶，他有没有朋友？没有，我们没有让他碰。看来师傅说的没错，果然是想在药上打主意。天磊，你跟刘师傅说，就说他手外，我手内。我担心有人会害老太君，我先走了。小姐小心，嫂嫂小心。你把剑带好，自己也小心谨慎。老太君，快！他们已经来了，快！准备好了，来，慢点啊！来，二夫人，老太君睡着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回吧。好，这有我呢，去吧，乖。二夫人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刚才柯少爷说让您过去找他一趟。柯少爷找我干什么？我还要照看老太君，你帮我回了他吧。二夫人。